嗨，大家好。今天12点钟预报要下雨，现在呢是上午的10点半了，就抓住这1个半小时时间再出去转转。看到早早就有一些中老年人在那打乒乓球。从千社园上几个台阶呢，就来到了绿怡花园啊。刚刚出门的时候啊，就看到接二连三的送快递的那种小车。就这种小车呢，它是有那个电动车改装的小的电动3轮车。就你在村内或者说你在中国的各大城市，你都会看见这种送快递的小车每天都穿街走巷。而这样的送货员呢，现在是越来越普遍。这也是大家对所谓的失业一种各有各的理解吧。就一般的数据呢，就统计你如果没有正规的那种工作，就那种正规的公司招聘的朝9晚5的工作呢，这些人都会把它归类为一种失业。这个好像在国际上都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啊。就比方说你1个礼拜要干多少个小时，这个企业要负担你的福利，确保你的最低工资等等吧。当然你会有薪的休假，还有你自己作为一个工人或者一个员工的福利就是一种权益吧。但实际上呢，现在互联网这个经济越来越发达以后，就会形成很多人呢，其实是一种自我就业的状态。你比方说，他做一个旅游博主，他成为一个网红，他有了流量以后呢，就很多人就会带货。带货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为他带货的这一部分的交易额，他拿走一定的比例的分成。当然了，做得好的这些自媒体的网红们它本身它就会产生相当的流量。那这种流量的话呢，它就可以通过变现就是这种平台呢，会有插播广告。那这些广告呢，广告商肯定会支付广告费，也就是说，他会以这种流量计算出来的广告这样的流量就产生的这种广告费，它也会得到一定的分成。那当然这些呢都是要靠一定的能力或者你也要有一些这种天赋，才可能成为所谓的网红。而更多的人呢，其实那就是找一些临时性的工作或者呢就是随一个大流加入到这种送餐大军、送货员的这个队伍里面来。就像今天早上我们看到的这个很多穿街走巷的送货员，其实每个人呢都会包干一片。比方说在祈福里面有几个街区是你负责的，那不但呢你要送货，你还要上门收货，
等等吧这种工作，所以也有很多的这种送货员呢，我们都已经很熟悉，或者每当看到他们的名字呢，我们就知道啊，这个人是负责我们这个片区的一个送货员，所以大家基本上都还是相当不错的友好相处啊。尤其是那些已经做了好多年的送货员呢，真的，他有时候也会为这个收货人考虑，比方说他大概了解你这个时段你在不在家，他要不要把你的货呢放到蜂巢这种专门存放快递的柜子里面，还是说呢他有时候就会跟这个收货的人事先达成一种协议，比方说一些不容易损坏的东西，不是特别贵重的东西呢，他直接就给你扔到阳台的这个里面。当然也有很多呢，他干脆就放到你的家门口。但这些呢，一般来讲，他都是跟这个收货的人呢，早就形成了一种默契，就大家在彼此同意的情况底下呢，才会这么做。所以呢，这些送货员啊，其实就跟这个小区里面的保安一样，成了一个大家这个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么一些，算是邻居啊，就是甚至比邻居出现的这个密度还要高的这个群体。所以呢，基本上大家相安无事，他们做他们的工作，那他们为这些小区里面的很多的业主居住在这边的人呢带来很多的方便啊。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所谓的这种电商那么发达的原因之一吧。主要呢不仅仅是价格低廉，因为很多呢团购啊，什么拼某某的这种网站，就是通过大家集体采购，形成一个把价格打下来的这种趋势。那么对企业来讲的话呢，薄利多销，只要把生产出来的货品尽快的卖出去呢，它降价其实它也无所谓。而最终呢，就是要通过这种流通的渠道，通过这种送快递的、送这种货的大军啊，然后呢就会形成一条龙的服务，就会把你购买的网上的这些商品呢，及时的、快捷的，一般来讲也是安全，或者说保证不会损坏的前提底下呢，送到你的手里啊。所以这就是中国目前的这种电商经济。但是呢，同时也看到，就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因为找不到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朝九晚五的工作，或者说正规的工作，所以他也不得不呢就加入到这种送货的大军。甚至现在我发现有很多送货，特别送餐的人呢，并不仅仅限于男性、男青年，很多女孩子也在做同样的工作啊。当然，男女在这个方面应该也没有太大区别，我觉得都可以做。但是一般而言呢，就是这种日晒雨淋的工作呢，让女孩子去做，肯定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工作吧。但同时呢，这也是一种所谓的内卷的反应，就是确实来讲，就只能需要他们这么去做，不这么做的话呢，就怎么说？确实就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工作，那你只能在家待业，这个啃老，这肯定也是跟他们的人生就不会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关系啊。所以你说中国的年轻人都没有活干了，其实也未必，反而呢，通过这种当一个送货员，还是可以继续利用一下这种网络经济的这个余威啊，
就是还没有衰退，还在继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就业的机会。但其实呢，我觉得也不仅仅是中国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干这种送货的工作。你看我在这条路上骑行呢，已经看到有3、5个这样的送货的小车，就是那种3轮的电动的车。其实呢，现在在加拿大啊，根据我在那边住了2个来月的一个体会啊，就感觉现在那边呢，送货员也很多，只不过呢，他们一般都是开着那种比较大的车去送货。还有一种呢，就是送餐员，很多人呢还是骑着脚踏车去送货。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啊，就是用电动的脚踏车或者助动车呢来进行送货。就我这种在加拿大街头看到很多的送货员呢，经常会在一些餐馆门前聚在那里，就等待着餐馆里面接受了订单以后发货，他们呢就及时送到客人的手上。但具体他们怎么跟这个餐馆分成，得到多少的这个小费啊，这个呢我也没有完全的了解啊。只不过呢，就是一份工作，最起码呢，他们肯定也是能够养活自己啊。总之，在加拿大啊，年轻人失业率，我说的是正规的这种统计的失业率呢，高达10%几的情况底下，也是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呢，不管他喜欢不喜欢，他都会加入到这种送货大军之中。那还有一种呢，我们这次在加拿大，尤其在多伦多利用了很多次的，就是打这个 Uber 车，其实就跟国内打滴滴车情况类似啊。所以呢，很多人还是通过这种轿车，解决自己最后几公里啊，或者要去机场、去什么特定的地方，这样的一个出行。就我觉得试过很多次以后呢，觉得这种 Uber 车很靠谱，而且远远比出租车要方便。因为真的我每次叫这样的 Uber 车呢，它都是在几分钟之内就已经到达。那可以想象啊，就是它的活可能也不是那么多，有很多人可能也在守着这个订单，或者呢，它的系统不错，就在身边的这些有空闲的车子呢，它就及时的能够抢到这个订单，然后早早呢就会等到你上车的地方。虽然大家开的车子也是五花八门，但是有一条呢还是很不错，就是我利用过的每一台车子都洗得干干净净，除了一回啊，就是我们在尼加拉瀑布那边搭乘了一位女士，一个7座车，但是呢，她有2个座位都是放她自己的东西，就是包括她在车上还吃饭等等啊。那当然这也是小地方，或者人家就是很忙没办法，我们也只能表示理解。但是大部分的在多伦多市区叫的 Uber 车呢，都是干干净净。这些司机也可能语言的关系、文化的关系，就他们虽然这个长相不一，都是这个来自不同国家，看上去不同的种族，但是呢都彬彬有礼。不过呢也没有过度的服务，也没有主动发起那些聊天，就是大家一种很正常的服务。你上车下车的时候呢，有那么几句礼貌的用语，其他时候呢基本上也就是这样啊，就是把你安全送到。因为每次都是我女儿在那边叫车，我
也没有仔细问啊，这个里头的费用包含了多少的小费，还有像不像中国，你必须要给予一种多少个星的评价，否则就对他有利或者不利。这些呢我也没问，我只是根据我乘坐的体会来讲啊，我觉得还是相当的不错的一种感觉。所以在村里就这么骑行呢，有聊没聊的，聊一些生活当中的感受，所见所闻，有时候呢是一些所思所想。大概这就是我骑行的一些副产品吧。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祈福新村最东面的那个门啊，就是从这边呢准备出村去骑行一下。现在呢我已经骑出了村外了，时间呢应该没有到11点，据说12点开始要下雨，但是我看到这个天色已经转暗，乌云密布啊，看来一场雨呢是跑不掉的，所以我也不要骑太远啊，稍微的骑一阵就回家去吧。前一两天呢，中国这个政治上啊发生了一件蛮要紧的事，就是叫20届的3中全会。那每一届这个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他开3中全会呢，基本上都是为前面啊这个评价后面的发展定调。那么这次呢应该也是不例外啊，虽然据说晚了半年多才召开的这次重要的会议，开了4天啊，基本上呢就是只有等到开完会以后才揭开面纱，才一窥他开会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因为昨天呢有政府这个专门的人员呢开这个记者招待会啊，或者说是一个会议的公告发布会，那也会回答一些问题，介绍议程等等吧。那总之呢，很多的名词跟以往我们见到的好像并无二致，当然也有了一些所谓的新质生产力之类的一些新名词，但是更多的呢就是模棱两可，就你怎么理解都可以，只不过呢在某种意义上啊，让人感觉到它实际上是回归一种正统，也就是原来的这个党它建立时候所谓的要为之奋斗的一些纲领目标，只不过呢面对现实不得不做一些变通，而且呢把以往啊就认为变得有点过的地方呢再调整回来，那大家拭目以待啊。所以虽然跟以往一样的改开这样的提法，但实际上的内涵呢应该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或者说也是为了因应新的时代啊，就目前的这种社会的现实以及这个国内外的这种形势吧。那作为一个小老百姓啊，就真的
没有必要去做太多的解读。老百姓呢，在这个土地上啊，你也就只能是跟着走就好。当然了，如果说你要是不满意这种所谓的主流的形式啊，就是这种方向，那你也可以把自己给边缘化，求得自己的某种心安理得。就这种空间呢，依然还是存在，但是呢，相信已经不会成为一种主流。就你可以完全来通过自己的努力，抛开这个体制，去实现自己的个人的梦想。这个恐怕就已经是不大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们只要生活在这个社会之中，生活在这个社会体系里面，多多少少呢，这种政治的大事也跟自己是有些相关，所以不可能完全置身于事外。那昨天还有一个新闻，就是越南的最高领导人，他们的总书记在破例连任第3届的任上应该是到明年才这个3期的任期到期，结果呢，这个发病身亡，这个呢就使得大家世界的目光被这个事件或者说这个消息呢吸引过来。大家回顾一下越南这个10几20年的跟中国类似的改革开放就是确实越南最近经济火热，尤其呢它这种市场经济的这种方针政策底下盘活了经济，而且呢让他们的年轻人也看到了国外。很多企业呢也跟外面接轨，并且迎来了很多国际投资，使得呢现在很多的这个工厂都从中国转移到了越南当然，因为越南号称接近1亿人的国家，边境人口幅员没有中国这样的众多和辽阔，所以呢你说要完全取代中国的成为世界工厂，那估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对于越南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国家来讲，它这种涉外的经济给它带来的国民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更多的呢是给年轻一代带来更多的这种开放自由的空间和氛围。那我觉得这个呢应该是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有时候看那个越南的一些街头的视频就可以看到这个年轻人都是有一种像我们中国当年那样的脸上写着自信，并且呢在这个夜晚尤其像越南这种都是非常炎热的气候的国家，这种夜生活呢变得越来越丰富。但是呢也可以看到也受到了这些资本主义或者自由化的一些影响，有些地方呢也有走过头的地方但是总体来讲呢，尤其是越南的南方，经济欣欣向荣，城市的面貌快速的改变，真的像极了中国改革开放前20-30年的那种景象。所以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同时这个背后呢也发生一些地缘政治的改变比方说任何一个国家我相信都是一样的，随着经济的成长，
他们向外就会有更多的诉求。所以最近越南向国际什么仲裁法庭提出了一个重新划分南海这种边界的这种要求，当然遭到中国的一种驳斥。但是呢，可以想象就这种东西吧，大家发展到一定时候就是抢资源，然后呢，以更多的影响力跟这个世界上的更多的这种民意主流国家的这种利益绑定，最终呢就会闹出摩擦。这个大概就是一些周边这些国家的一些现实。那当然在中国影响底下呢，越南边上的一些国家，比方说老挝、柬埔寨完全是延续着中国改革开放当年的那种搞经济市场化，然后呢，据说当地也是产生了很多这种权钱交易，并且呢，产生了很多灰色地带比方说西哈努克这座城市就成了一个新的类似赌城，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吧。还有我们以前中国人闻之色变的金三角，现在呢那边也是赌场林立中文招牌到处都是。那当然去的游客或者想去耍一把的人里面呢，主要还是以中国人为主。就是整个东南亚这些国家也在中国发生变化的这么些年里面也随之起舞，也发生了很多的这种变化吧。所以呢，不管怎么说就是这也是中国对于周边国家乃至于世界上的一个影响力越来越增强的一个佐证。但是最后的结局到底如何？是不是再来一回这种像以前的中国的古代的王朝强大以后对于周边国家这种文化的输出？现在呢，我骑到了市广路和东环路交界的这个花园里面，就这边已经是市桥的地头了。现在呢，我又回到了丹山河边上的骑行道来骑行了。
石桥呢是番禺的老镇的中心啊。那很多年以来呢，真的这边也有很不错的历史文化的遗存。但是呢，这个地方啊，慢慢的啊，随着这个发展的重心的偏移呢，这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但最多呢也就保留了一些原本就有的河川，把它做一些改造、绿化，就使得当地老百姓呢有了更多的休闲的地方。参与饭后可以散个步，黄昏时分呢可以带着家里的小孩子到这边来活动，大概就这样啊。但是对于那种已经很陈旧的街区，比方说像我右侧这种老房子呢，我相信已经也无可奈何，在很长时间呢应该没有办法来改变成一个时尚的街区。现在呢已经来到侨兴大道了啊，马路对面啊有一个叫汇英广场。我记得昨天还是前天啊，还到这儿来喝过茶。这里有一个连锁的饮茶店叫点都德，是这些年餐饮的后起之秀啊。不但在广州发展，在上海也开了分店，据说还是比较受人欢迎的一个饮茶专门店。现在呢，我继续沿着淡山河道啊边上的这条小路骑行，但是比较奇怪的呢，就是你看左侧，做了一些障碍物啊，就让人家感觉好像只是给大家步行了，但实际上呢，肯定大家还是要通过这种单车啊、电单车来通行的路段，所以它也没有完全堵住。就是设置了一些障碍啊。我相信呢，也是因为啊，这个当地的这种马路、河道都比较窄，所以它也只能是适合当地的情况来做一些改造。这边的这座小桥呢，也是我以前曾经来过很多次的。相信走出去呢，就是石桥的老镇、老街里面了。这边呢就会有更多的烟火气，但是呢也可以看到一些老城啊，就是老街啊以前的模样。但是呢，这个恰恰就是当地还延续着的一种普通人的生活。虽然这种生活呢
跟大家心目当中的美好的这种生活已经渐行渐远了。市桥这些街区里面的马路呢，基本上就是根据那种河道的走向来建设的，所以这边的马路呢不是直行的，很多都是弯曲的。这你如果不是当地人呢，或者你不注意啊，就会非常容易走错。我刚刚稍稍没留意啊，就走着我都自己不知道走到哪了。但是呢，我也是随意的走走，所以也无伤大雅。现在我的眼前呢，已经是番禺宾馆了。刚刚转了一圈呢，其实又回到了侨兴大街上了啊。好吧，那我就在侨兴大街上继续吃一段。这边呢就是市桥的商业地带了，但是我留意了一下，我的右侧这些所谓的旺铺很多都关着门。在前面呢有一个义发商业街啊，以前呢是这边最旺的区域和商业街区，但如今呢我就感觉很多商店都是关门的状态。所以经济不景，最先感知到经济变差的呢，其实是这些地方啊。或者按照中国来讲的话，就是3、4线、4、5线城市最先感受得到。超高的品质，超低的价格，买到赚到，买到赚到。现在呢，我继续顺着大北路啊，现在已经不是侨兴大道了，是大北路上在骑一段。这里以前呢，当然也骑过，还是延续着一派老城区的这种旧街的模样。但是我看到的呢，就是你看啊，两边的商铺啊，10之8九都是关门的状态。就这种景象呢，一般我们以前只是在这个区域，如果要拆迁，在拆迁之前，就墙上写满着拆字的那种区域才会见到。甚至很多人，即便是写的拆字，他也是顽强的坚守到最后一刻，因为只要有生意做，就有钱赚嘛。但是你看这种街区，肯定不是这种状况，是一种怎么说呢？被主动放弃的很多的商铺。大家可以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看啊，番禺的市桥、大北路上啊，就传统的商业旺区，它目前这样的一种状况，就形势有时候真的比你想象的要严峻得多。那么这种城市呢，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啊，发展起来，本身的本地的人呢，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主要呢都是外来人口，这些外来人口呢，他们有衣食住行的需要啊，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打拼，或者说在这边打工，
其中也有一些人呢，就慢慢积累了一些开店的能力，就开拓了自己的商店，就拥有了自己的一门生意。那么甚至呢，他们靠这样的一门生意，不仅成家立业，养活自己的孩子，而且有很多人呢，还会拿着钱回馈乡里，就回到他们的老家，为自己的家人父母盖房子等等吧。就这些呢，本来就是一个良性的一种循环。但是呢，如果说这些人以后在这边没有工作做，或者他们的生意做不下去呢，那结局这些人就是会撤离本身就不是属于他们的家乡。那剩下的你可以想象啊，就已经建起来的很多房子啊、商铺，那靠本地人的这个能力是肯定无法消化的。那么本地人通过出租房子啊，就是可以赚钱，过一种太平日子的这种时候呢，也就慢慢会远去。那这个城市或者这个区域呢，将来就有可能会带来一个比较萧条的一段时间。如果找不到办法呢，那就有点像我们在加拿大，比方说尼加拉瀑布看到的那条以前的downtown主街，那条 Queen Street 那样的，就不死不活的那种景象。我相信这种城市在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地区呢，比比皆是。好，从这条大北路呢，已经来到了长堤西路。你看啊，我对面的就是市桥水道，这是很漂亮的一个长堤文化街。之前我在网上看到过的一个这样的区域。你看啊，这边呢还保留着一些，或者说重建了一些岭南特色的这种建筑啊。然后就在这个大榕树下呢，就有很多的老乡们，像这几个妇女们在这边打牌，打得不亦乐乎，很开心。在这个阴凉地方呢，你看啊，就成了他们当地老百姓的休闲好去处了。有些人呢，还是骑着他们自己的旧单车，或者是电单车呢，到这边来会友。几个老友在这边呢闲坐，这就退休人的最闲适的生活状态。所以有些人呢，为当下的这种经济状态焦虑。当然，如果你设身其中，比方说你是一个年轻人，你突然失去了工作，你突然被降薪，那肯定呢是非常焦虑的。但是对于吃瓜群众，对于普通老百姓呢，其实这些事情吧，虽然就在身边，但是跟自己普通这种要过的生活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你看这条这个江边的道上呢，有很多人在这边休息。你说他们对目前这种经济的感知啊，到底有多少呢？其实他们也无所谓，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好。你看
看看右侧多少人在玩牌下棋，观战的人更多。如果没记错的话呢，这是市桥平安码头的地方了，这一个市民广场。但是呢，可能是时近中午啊，也可能大家听到了天气预报，等一会儿可能会下雨啊，所以我看这个街心花园平安码头的一个广场上啊，并没有太多的居民。